电视真的要淘汰了吗？杨紫网剧《女心理学家》正在二刷，暑期将至，高端、老式、现代、悬疑等元素的电视剧纷纷蠢蠢欲动，争先恐后地抢占观众的眼球。网络4大平台暗自角逐，但2轮戏上卫视一线的情况并不少见。近日，由杨紫、井柏然主演的都市剧《女心理学家》宣布将在江苏卫视重播。该剧将于2021年在优酷播出。曾经以优质资源和首播噱头称霸的一线卫视平台，为何在激烈竞争的趋势下反悔？电视台开始放弃挣扎？电视真的要被淘汰了吗？网剧《封神榜》电视台重播是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吗？随着移动设备的快速迭代升级，传统电视机不断被洗牌。以前一根天线、一台机顶盒就可以随意收看电视台，但因各种会员费价格丑陋而被大众劝阻。据封面新闻报道，彩电市场将在2022年几乎触底，销量将创10年新低。当电视沦为客厅的装饰时，可想而知电视台需要使用 APP 作为播出载体。尤其是近年来，优质影视剧和流量节目资源不断聚焦互联网，如《陈情令》《长安12时辰》开始《苍兰诀》《梦花录》《明月深海》《长安之月于禁》等，无疑给电视端的竞争带来了更大的压力。优酷、腾讯、爱奇艺、芒果4大网络平台早已不再依靠低成本、快餐式的资源来赢得阵地，电视剧靠少数卫视平台播出作为优质标榜的时代也正在悄然逝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卫视平台对重播的选择也在发生变化，2轮的时间间隔在缩短。就拿最近的例子来说，肖战、李沁主演的《梦中的大海》2轮播出的时间间隔仅5天。电视剧都挺好，飓风《三体》也已在大卫卫视播出 N 轮。且不说清库存，就连2年前在网络首播的《女心理学家》也被提上明星议程。卫视采取重播剧集的套路并不奇怪，但不关心首播的网络背景似乎有点奇葩。女心理学家的开播不禁引发人们的好奇：电视台选择重播该网剧，是因为没有资源可用，还是需要通过常规玩法来适应当前的资源变化？无独有偶，程毅、袁冰妍主演的《琉璃》就是典型的第一上线后台，这是相当令人惊讶的。以此为例，重播能给卫视带来第2春的概率还是很大的。杨紫以5.2分领先豆瓣，想在女心理学家重播中卷土重来吗？前面说了，电视转播的载体正在发生变化，那么转播对于电视剧本身意味着什么呢？要知道，杨紫作为主演之一，有着自己的爆剧体质。她不仅行动自如，还多次与搭档制作出经典 CP， 被称为男神收割机。不过，女心理师播出后的反响却比较差强人意。首播豆瓣评分5.2，3星及以下评分占比81.5%。女主角好像有自己的特殊功能，感觉自己看到了4种不同的东西，专注于心理行业的表达手法太吓人了等等，各种负面评论比比皆是。江苏卫视是一线卫视，选择这部剧的时候能不知道大家的口碑吗？似乎是反其道而行之，毕竟还有18.4%的4星以上收视率做后盾。事实上，这部剧的题材有着广泛的受众，虽然很多心理案例的表达方式有些夸大，但现实中还是有迹可循的。比如前2集青少年心理问题，照顾高考特殊时期家庭关系的发酵，后续职场焦点以及原生家庭的影响，就电视剧的主流价值表达而言，或多或少能够给一些人带来真实感。官宣后不久，微博话题总浏览量已突破1.5亿，讨论量达到90.5万。未播先热的话题热度可想而知。有网友表示，这部剧拍摄手法新颖，值得反复观看。这个节目应该在明星上播出，裂缝可以用温暖来治愈。杨紫的剧能否卷土重来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至于重播带来的红利将把电视结局引向何方，答案只能留给时间了。61岁周星驰拍《少林女足》，杨紫、赵露思、白鹿自荐角逐喜剧圈。61岁周星驰选角《少林女足》选角，杨紫、赵露思、白鹿自荐角逐喜剧圈。近日，周星驰于6月22日迎来自己61岁生日，公布了新片《少林女足》的选角消息。他想找一些漂亮、有活力、能拍喜剧、
能拍武术、能拍体育的女演员。对于这部电影，我希望找到一个有朝气和活力的女演员，最好有较好的身体素质和健康阳光的形象。这次选角以女生为主，会选择很多女生，将组建女足队，类似少林足球的模式，但会加入更多少女情感戏，依然是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风格。前女足国脚赵丽娜还在网上喊话，称她身体素质出众，想为自己争取一个角色。在周星驰的电影中，每一个配角都能表现出色。两位主角通常是明星和新人，至少男女主角的名气一定很大。比如当年的美人鱼，林允是新人，男主是邓超。周星驰的搭档徐娇和张柏芝都还是新人，这次男主角可能会找香港地区的演员，尝试引进新人，培养香港电影的男主角，而女主角则会不找新人，配角都是新人。主角肯定需要带来一定的流量，很多女演员的粉丝都想为自己的偶像而战。目前，杨紫、赵露思、白鹿的粉丝已经开始自荐，希望让自己的偶像与周星驰合作。像杨紫、赵露思、白鹿都有着自己的喜剧感，而且精神饱满，相当适合这种体育喜剧，而且能和周星驰合作，会给自己的个人加分不少。职业，说到机会，现在电影界女主角的电影太少了，许多电影都以女性为主角，女演员发挥的空间并不大，男二的戏份比女主还多。不多，经常在家休息，而年轻一代的女演员中，只有周冬雨、马思纯、张婧仪。周也有不错的电影资源，算是连续的电影约。电视市场，少林女足算得上是一部女主角的电影，男主角有边界，主要针对大众喜剧市场。周星驰的电影拥有大量粉丝，95花还是有希望的。毕竟这种体育片，85后的小花太老了，00后的小花又有点太年轻了。由于周星驰没有选秀，主角很可能会找有经验的知名人士。杨紫、赵露思、白鹿都挺合适的，其他女演员都太瘦了，所以不是很健康漂亮。杨紫最近客串了贾玲的电影，她的形象很适合喜剧爱情电影，就像郑秀文一样，但现在这类电影的书很少了。她有一种喜感，所以很适合演喜剧。扮演大喜大悲的角色，其实对一个演员来说是一个相当专业的考验，而喜剧则是相当困难的。毕竟喜剧的节奏与普通戏剧不同，喜剧人物的塑造非常具有挑战性。杨紫的专业能力是毋庸置疑的，她扮演过许多不同的角色，其实她的形象和性格都挺适合演喜剧的。喜剧是关于开场和结束的，有一种笔墨的畅快挥洒，需要一定的天赋，个人风格难以模仿。61岁周星驰选角，少林女足选角，杨紫、赵露思、白鹿自荐角逐喜剧圈。赵露思的表演有点韩式的感觉，这种略显夸张的表演特别适合喜剧。她演网剧的时候并不红，如果她不能出来，这张脸就可以霸占贾玲的课了。既可爱又有辨识度，不过后来她走红了，成为了当红小演员。其实她可以走正经的喜剧路线，对于流量和人气来说都是非常有好处的。能够与大导演合作，对她来说是一次很好的经历。句号，白鹿有着青衣英姿，如果她拍电影的话，很适合刀马旦，比如花木兰、女特务等等。她的长相不是很适合演喜剧，但是她的性格还是挺适合的，没有包袱，没有顾忌，哈哈，真的是明白了，一张大笑的 GIF 火遍全网。如果她演喜剧的话，肯定会很紧张，只要找到合适的节奏，她一定会火的，就像少林女足里的那样，如果她演喜剧的话，她一定会火的。短发不化妆，肯定很出圈，她的男装比她的女装好看。现在电影界的喜剧女演员有些落伍了，像马丽、贾玲、张小斐等都已经35岁以上了，而20多岁的喜剧女演员确实很少。那些能自己扛票房的人，目前喜剧圈真的没了。有些喜剧节目的女演员比电影更适合演小品，一定是喜庆可爱或者很有特色，像最早的宋丹丹、蔡明等，早年都是大美女，但现在年轻一代有点名气了，像金晶、拉姆杨子、etc。
国民度不够高，抬不起收视率。其实对于杨紫、赵露思、白鹿等知名小花旦来说，适当演喜剧，只要颜值不过分夸张的话，有利于职业发展。03，王一博微博删除《陈情令》，网友感叹望仙 CP 回不去了。王一博近日在微博修改了个人介绍，删除了自己的代表作《陈情令》，取而代之的是《无名天空》《之王热血》等其他作品。此举被解读为与合作演员肖战划清界限，引发网友热议。两位男神因合作古装剧《陈情令》创造了100亿流量。他们饰演的蓝忘机和魏无羡也成为了影迷最喜欢的望羡 CP。然而，王一博如今的举动意味着他正式断绝了与肖战的关系，让网友感叹经典的望贤 CP 再也回不去了。王一博和肖战在2019年因连演《陈情令》而走红，吸引了大量粉丝的关注。两人在剧中的关系看上去相当不错，但随着节目的热播，两人逐渐分道扬镳。当时《陈情令》火遍大江南北，有一些 CP 粉在粉丝平台上创作了两人的同人小说，但由于肖战粉丝觉得这部小说内容侮辱了自己的偶像，因此向相关平台举报。中国政府很快封锁了该平台，并对相关平台进行整顿，这让粉丝们一时愤怒，于是他们在2月27日发起了对肖战的抵制，被称为肖战227事件。这件事过了半年才平息。在此期间，肖战的演艺事业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，以至于其他明星都不敢和他扯上关系，纷纷回避。但王一博只能选择保护自己。低调之后，肖战慢慢从低谷中恢复过来，先后出演了《斗罗大陆》《王牌力量余生》《请指教》等作品，成为微博之王。最近他和李沁主演的《梦中的大海》口碑和收视都不错，人气达到了顶峰。反观肖战227事件爆发后，王一博顺势拿下各方资源，成为当红顶尖选手。本来很顺利，但在采访中，王一博被问到对出演电影《无名》的演员有何感想时，他无法回答，也没有表达自己的想法，只是说自己没有知道如何回答。这一错误导致他受到中央电视台的严厉批评，称他为绝望的文盲。王一博这次的失误也暴露了他知识上的短板。虽然他很有天赋，但他知识素养上的短板还是暴露了出来，而这也引起了部分网友的质疑。他们认为王一博的演技虽然很棒，但对作品本身的理解比较浅，并没有真正深入研究过作品。不过，王一博近年来专注于大银幕上的演艺事业，他接手的电影《无名》和《天空之王》也都是题材正确的作品，票房表现也不错，这让他重新打开了正剧之门，也成功解决了绝望的文盲问题。此外，王一博修改了自己的微博简介，更换了自己的代表作《陈情令》，外界猜测他想借此与另一位明星肖战断绝关系。由于此前曾合作过，两人的粉丝互相攻击，将他们捆绑在一起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人的形象和口碑。不过，也有人认为这只是王一博更新微博资料的常规行为，外界无需做太多联想和解读。